85毫米这颗镜头实战真的太难用了，想拍的东西都拍不到，还要退好远。自拍的话，感觉三脚架放在那里，拍完相机也不见了。我感觉还是有点后悔了 ，Kiki。你觉得是不是还是45那只要好一点呢？但它拍的好看的时候是真好看，不然你也不会心心念念的想买它，对不对？但我还是觉得有点 hold 不住它。感觉天气好了，大家都想出门旅游，旅拍的时候感觉用它也不是特别方便。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怎么用它记录你的旅行片段，好不好？好的。1年过去了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。很久没有出去旅行。于是拿起相机，以旅行者的视角重新看看生活的城市。学会接受生活的改变，学会发现身边的美好。上一期我们给大家说了85毫米的这颗镜头，那 Fiona 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她觉得这颗镜头并没有45的那颗好用，觉得局限性很大。所以我们就想到大家在使用85这样的焦段的时候，或多或少也会遇到一些问题。我们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85毫米这个焦段呢，它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的明显。大部分在网上能看到的内容都是在说它的优点，如何突出主体，如何适合拍摄人像。但是呢，对它的缺点往往只是一笔带过。所以今天这支视频呢，我们就旅拍这样的主题呢，总结了85适合拍的一些场景跟不适合拍的一些场景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第一点，我们认为85毫米这个焦段非常适合拍摄名胜古迹，因为它自带的压缩感可以让名胜古迹看上去雄伟壮观。但这个的前提是呢，85这个焦段需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拍摄好你想拍摄的画面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特别狭窄的空间，比如说餐馆或者是比如说咖啡厅，就不适合用这个焦段了。第二点，我们认为它非常适合拍摄像香港啊、日本啊那种比较狭窄的弄巷，或者像欧洲小城的一些小街也非常适合。它拍出来的感觉呢，就会非常像我们在电影和漫画里面看到的那种效果，非常的有故事感。但是呢，大家要注意，如果你要拍街道这样的场景，你最好是竖拍，然后拍出那种纵深感。如果你是想拍街对面又在这样狭窄的街道的话呢，85这个绝对不是理想的焦段，因为你只能得到一些很局部的照片。如果你想在狭窄的街上拍对面的场景，你最好还是换一支广角才能出片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当然是人像了，特别是在人很多的地方，为了让你要拍的人物在一堆人里面凸显出来的话，85的这个焦段加上大光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的前提也是，如果你去的地方，最好是一个开阔的场地，或者是一个比较就是大的地方。不然的话，如果你在一个比如说博物馆的副展厅啊，或者是一个比较小的小镇这样子，你可能就也不会想用到85这个焦段，它还是可能会施展起来不是很方便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认为85特别不适合的一个场景，就是一个人旅行的时候的自拍使用。如果你把相机放得太远了，然后路人都看不到你跟相机之间的距离，就会不停地在你跟相机之间走过，这样子就会要等很久，浪费很多时间。加上如果你还去的是一些不太安全的城市或者国家的话呢，那个相机分分钟就不见了。是这样的，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，保险起见，一个人出去旅行的话，可能85这支就不要拿来自拍啦。对，总结来说呢，那85这个焦段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空间，你跟被摄主体的距离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，才能拍摄出好看的画面。所以85在我们看来的话，我们觉得可以是一个补充焦段，它可以拍一些特写。但是如果你旅行的话呢，安全起见，你至少要再带一支广角，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每一个你想要拍摄的美好瞬间哦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内容，觉得这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大家给我们多多的一键3连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频道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，请关注我们。那如果大家对于85这颗镜头还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使用感受想跟我们分享的话，也欢迎在弹幕或者留言区跟我们互动，我们非常珍惜跟大家每一次互动的机会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频道的支持和喜爱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每一期节目的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